自从美军陆续撤离阿富汗以来，阿富汗内部局势一片动荡，塔利班节节胜利，阿富汗军队已经无法与之抗衡了。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塔利班将会取得胜利，重掌阿富汗。作为北约加盟国的土耳其，在阿富汗也有驻军。就在北约各国陆续撤离阿富汗之际，土耳其计划继续保留在阿富汗驻军。印度也觉得自己可以，认为机会来了，也是蠢蠢欲动。据环球时报13号报道，印度2次出动运输机绕道伊朗，为阿富汗军队输送了80吨炮弹，帮助其对付塔利班武装，并且之前印度媒体曾表示，印度方面可能会接受阿富汗的邀请，进军阿富汗帮助其对抗塔利班。美国人要走了，土耳其和印度争先恐后的插手阿富汗地区，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能够让这么多国家为之着迷呢？阿富汗地处亚洲内陆，可以说是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，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土耳其想要保守驻军，一方面是想要增加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，另一方面是为了示好美国。毕竟美国在阿富汗苦心经营了20多年，不希望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。土耳其这次主动站出来，令美国以及北约非常满意。而印度则是打心底里不希望塔利班掌权，塔利班一直和巴基斯坦眉来眼去，反而仇视印度。一旦塔利班掌握了阿富汗，印度很可能将会多一个敌人，这是印度不能接受的，所以印度才会不惜绕到伊朗为阿富汗军输送武器。但是真的让印度出兵阿富汗，估计印度是没那个勇气。毕竟阿富汗号称帝国坟场，当初鼎盛的大英帝国在这里摔过跟头，盛极一时的苏联也在此被困10年，灰溜溜的逃走了。如今美国也在深陷20年之后无奈退去，除非印度想不开，不然凭借印度目前的实力，根本就没办法趟这潭浑水。很多人都会问，既然阿富汗位置这么重要，这么多国家都想插手，为何中国迟迟不动？难道中国不如印度和土耳其吗？其实中国不是不插手，而是完全没有必要。中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着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外交准则。其次，虽然阿富汗与我国相邻，想要出兵不难，但是如今的局势不是武力就可以解决的。当年苏联如此，现在的美军更是如此。中国正是看清了这一点，才避免了重蹈美国与苏联的覆辙。至于影响力，与西方国家不一样，中国从来都不是依靠炫耀武力在世界积累影响力的。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都是靠帮助他国、尊重他国，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累积起来的。只要阿富汗局势稳定，阿富汗人民需要，中国一定会义不容辞的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美国忙着搞破坏，中国忙着搞建设。这句话深刻的反映了中国的外交态度。虽然中国强大了，但是中国依然保持友好的态度，帮助建设其他国家。所以说，中国不会也没有必要出兵阿富汗，反而很有可能会帮助阿富汗人民重建家园。美国看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急剧上升，就开始眼红中国的发展，把更多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了中国，开始不断想方设法对中国进行干涉。其中拉拢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，也是美国近期以来习惯使用的手段。不过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心甘情愿地愿意为美国效劳，听取美国的意见，对中国挑衅，这就很搞笑。近日，据观察者网消息报道，日本政府13日召开了内阁会议，在会议上制定了新版年度防卫白皮书国防战略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在这次的白皮书中，日本首次将台海问题列入了国防战略的计划当中。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还狂言，大陆近期加强了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，这对国际安全局势构成了威胁，也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威胁。因此，日本比以往都关注此次的台海局势，因为这牵扯到了日本的利益。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日本这样的行为极为可耻，想给美国当马前卒就直说，没有必要去找一些花里胡哨的借口来干涉中国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日本已经不是1次2次挑衅中国了，先是把台海地区称之为国家，后来又扬言要与美国一起保台，现在又将台海问题划入白皮书内，这就是对中国耐心的一步步试探。中国是时候应该回击了。一个小小的岛国有什么资格来对中国的家事评头论足？说白了就是欠打。另一方面，日本这样的行为充分地说明了已经铁定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。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前进的脚步，就去日本展开所谓的外交，拉拢其成为美国的一颗棋子，让这个小国来充当美国对抗中国的炮灰。而日本也确实上了当，开始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干涉，这充分显示了日本政府的愚蠢和无能。因为世界各国都知道，中国在这一形势上持有坚定的决心，若是有其他国家干预这个问题，肯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而日本
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没有一点好处，换来的结果只会是成为中国大炮底下的灰尘。对此，我国国际军事分会会长罗源将军也做出了点评。他表示，中国统一的决心坚不可破，如果有人胆敢对此挑战解放军的底线，换来的必定是中国最严厉的打击。若是有人敢惦记中国的领土，解放军必定会让他们头破血流。中国人民也对这样侵犯国家领土的行为绝不姑息。总之，如今的国际局势紧张，也正是解放军练兵的时期。如果日本不怕死，想来挑战的话，那就来试试，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出军的好机会。我们的炮弹正好没有地方试试威力，若是继续挑衅，那我们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据观察者网在7月13日援引美媒防务新闻网的消息称，在最新预测的2021年全球军工企业100强名单中，除往日一直霸榜的美国企业外，这次前10大企业中的有3家企业都是中国企业。这3家中企分别为中国船舶、中国航空以及中国兵器。但就榜单来看，中国企业占据前10名的1/3，看起来成绩非常的不错。据了解，在2020年的财报中，此次入选榜单的中企收益最高的为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其来自防务领域的收益约254亿美元，占总收益的38%。其次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，收入约为133亿美元，最后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，收益约为106亿美元。这次美媒公布世界军工100强榜，3家中企名列前10，看似非常的好，但不要忘记，这是一份军事工业排行榜，而这份榜单是要以国防收入为标准的。美国现在把中国军工企业排得这么靠前，无非又是一个新的威胁论在酝酿中，暗示外界当前中国企业在军售上的动作不少。再往深一点说，就是渲染中国军事实力，向美国国会施压。除此之外，更是在向拜登提醒，这些企业是美国需要照顾的重点，让制裁加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美媒将3家中企列入全球军工10强的这一行为，网络舆论引导专家李大华认为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是美国人的一条毒计。分析认为，好事情永远不会在美国人的名单上轮到中国。例如，美国在近日除了公布了全球军工企业排名外，公布了全球抗疫的排名，疫情控制最好的中国在这一名单中排在第8，勉强给了前10。对于这一点，不只是中国的网民，甚至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提及此行为时也表示了呵呵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美国在军工企业排行的时候又格外看好中国企业，其中的意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。我们并非要用最坏的恶意来猜测美国人的行为，但是美国现在所做的事情，相信任何一个国人很难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。所以在美国人突然开始对中国赞扬时，一定要小心，看看他们的下一步是什么。而当美国人开始批评中国时，则要感到开心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又有了新的突破。近日，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一份最新报告，其中列出的数字极其令人震惊。因为从今年1月1号起，截止到6月30号，美国海洋监视船在中国南海海域部署的相当频繁。根据统计数字，几乎在181天的时间中，美国海洋监测船在161天的时间里，每天至少部署1艘在中国南海。这是何其可怕的数字！为了监视中国，美国海洋监视船极度疯狂，半年时间只休息了20天。而且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报告中强调的一点就是，在161天的时间里，每天至少有1艘海洋监视船在监视中国。也就是说，有的时候美国还会派出2艘以上。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胡波主任就分析了美军在南海的部署安排。他表示，美军在南海的所有部署几乎都已经成为了常态化，甚至已经融入了美军的作战体系，实现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美军可以快速有效地进行战斗安排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在战时的时候，美军能够迅速做出军事部署，打击所有的敌对势力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如今中美关系几乎是处在了目前为止最低谷的时间里，所以美军这船部署为的又是什么？为何说是不祥之兆？台海即将面临挑战，必须警惕又是为何？从另一点来说，最近应该有不少朋友察觉到了，自从里根号航母被部署出去后，在中国近海，甚至在整个西太平洋，1艘美军航母也没有了。在拜登上任以来，美国航母在短时间的时间内就已经在我国近海区域进进出出，如今却出现了空窗期。美国这又是打的什么主意？在航母空窗期的时候，美军侦察船却在中国近海对中国进行监视。有专家分析，美军的这种安排很明显已经危害到台海周边的安全环境了。因为海洋监测船不仅可以检测海洋的各种资料，同时还能针对探测水下的潜艇活动收集潜艇信息。也就是说，美军一旦利用搜集的这些信息，在中国没有充足准备的时候针对中国，那么必将会一打一个准。而且如今不仅是中国国内，甚至在国际社会上，大多数人也都清楚了，
美国对中国的强势打压，一旦和中国正式对上，那么台海必定会牵扯其中，甚至可以说会是第一个被牵扯进来的。这样一来，台海必将面临艰难的挑战。细节决定成败，解放军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错，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。美军不管对如今的局势有什么打算，相信都是逃不过解放军的火眼金睛。对此，咱们可以拭目以待。